3D 打印 TPU 材料就能做出各种软弹的模型，像现在很火的3D 打印拖鞋，基本都是 TPU 材料做的，还可以用作缓冲结构件以及模型车的轮胎等需要弹性的物体。有了它，你的创作空间就不仅局限在静态模型以及刚性结构了，而是延展到柔性设计。但也因为 TPU 原材料柔软带弹性，而且容易吸水发潮，打印起来就容易拉丝、有气泡，影响打印质量，严重的话还会堵头。今天就来分享一下 TPU 的打印技巧，希望对你的创作有所帮助。TPU 一般有个后缀，例如 95A、90A， 其中的数字代表硬度值，数值越小越柔软，字母则代表硬度计类型，对应硬度范围。日常我们使用 FDM 3D 打印去打印 TPU 材料，选择 85A 到 95A 相对比较常见，这个范围会更好控制。我们也针对这个范围开始了测试，使用的是3氯的 TPU 耗材。直接说关键结论就是烘干、降速、散热。下面就来看看具体的打印流程和效果差别。在未密封状态下，60%左右室内湿度放置了1周，直接打印。那默认参数下，打印 TPU 的速度已经比平时打印 PLA 要降低了很多。打印了一个镂空的手托。效果是这样的，可以看到非常严重的拉丝。接着手动设置降速到45%，回抽长度为1，回抽速度30%，散热开到100%，打印出来效果要好一些，但是拉丝依旧明显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，开始对耗材进行烘干。这里需要用到烘干箱，这次用到是3氯 SP2 分体干燥箱。和常规干燥箱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分成了密封箱和烘干底座两部分。这个密封箱能够支持容纳2卷1公斤耗材，或者容纳1卷3公斤耗材。侧面湿度计能看到里面的湿度。现在我要烘干操作时，把 TPU 耗材放进去，只需要将底面的密封盖打开，放置在烘干底座上，打开侧面的出料口，让水蒸气能够排出。点击竖显屏幕，切换耗材种类，它就会自动设置好温度和时间，开始烘干，升温速度很快。当然也支持手动调整各种参数，最高支持到70度。分离式的好处是平时需要密封的耗材多，只需要额外再购入上面的密封箱部分就可以了，底盘共用，这样性价比更高，用着也更方便。烘干完成，盖上密封盖，侧面仅保留出料口打开状态，插上一段随烘干箱赠送的特普通管出料。这儿也要提醒一下，一般 TPU 不能直接从 AMS 等多色系统来进料，不然容易送不出料，要尽量缩短进料行程，所以我们直接从后端进料，也可以上至耗材直接进到挤出机里面开始打印。看一下烘干6小时后打印 TPU 的效果，明显拉丝减少了很多。模型的摆放对拉丝和打印质量有明显的影响。这是我给车模打印的轮胎，纵向摆放这个对照组拉丝爆棚了，横向摆放打印过程就是一圈一圈的走，即使没烘干耗材，中间拉丝也会少很多，而烘干后几乎就没有拉丝了。接着我又测试了一个先短暂烘干1小时，然后耗材边烘干边打印，这样打印出来效果和烘干后效果基本一样，同时节约了5小时的烘干时间。当你时间优先的时候，这操作还是挺有用的。还有高湿度环境中要长时间打印，那就有必要持续使用烘干功能来进行打印了。越软的 TPU越容易拉丝，空室部分越多，拉丝也越明显，拉丝的影响也越大，需要进一步降速，拉丝会好很多。不过少量拉丝并不影响打印质量，打印完成后用热风枪吹一下，拉丝基本就不见了。最后我们整理了一个表，是打印 TPU 需要设置的主要内容，参数都是一个范围，大家的环境设备都有所区别，所以还要测试一下在参数范围内去调整。耗材的干燥无疑是 FDM 打印各种耗材的基础，那如果你正在选择干燥箱，可以看看3氯的这款 SP2， 高效烘干，精准温控，毕竟它是一直在加热的设备，它的温度和风扇都有监控，有异常会发出警报，这样使用起来也更加安全。现在还有早鸟价，活动链接放在评论区自取。那祝大家打印顺利不炒面，咱们下期见。